姐姐你好了没有啊？我急着哎，想上厕金乐你来了。所啊。我不来啊，你们哪有早餐吃？那，你跟阿乔的番茄牛肉三明治，还有阿荣的煎蛋，还有何哥的白粥加炒面。哎，金乐，麻烦你今天多做一份吧。为什么？早，老爸早早，妈咪早早。早早。佳佳姐，金乐，佳佳姐昨天晚上回来呢，我们都不记得告诉你了。你不在家的时候啊，几个孩子每天吃盒饭，所以金乐呢自告奋勇过来做饭给他们吃，把钥匙给他比较方便。哦，金乐辛苦你了，这么早过来还要做这么多款式的早餐给他们吃。不辛苦，我也是当家务事这么做，煮饭跟整理房子我都做习惯了。现在佳佳姐你回来了，我就可以交还给你了。还有你们家的钥匙，我还是还给你们吧。我先走了。明天何太太要开刀，我要去医院看她。哎，金乐，早。这么匆忙啊？哎，妈咪，对了，阿静啊，公司的生意怎么样？听说你最近搬了新办公室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们接到千亿丰集团这笔大生意，又申请到政府的资助，帮社福机构的长者做家居清洁，所以收入呢很稳定了。哦，阿静比你想象中能干多了。你生意做得那么好，为什么不找阿金回来帮忙呢？他现在怎么样？是不是还在大总管？他不会过来的。为什么啊？你们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吧？哎，不用问了，我跟手里处于冷静期，看来不用多久就会分手的。被你说中了。我跟阿峰没打架，没吵架，没谈恋爱啊。我有乖乖读书。我不是。你放心吧，几个孩子只要你不喜欢的事，他们都没有做，个个都很听话，你可以放心的。我今天很冒昧的来找你，我是专程来向你道歉的。当年是我硬要拆散你跟阿荣，才会变得像现在这种尴尬的情况。这件事我要负很大的责任，我希望你原谅我。伯母，你不要这么说。其实是我处理的不好，我不可以怪责任何人。我知道你们现在是在冷静期，其实我今天是来想跟你说，我不会再阻止你跟阿荣在一起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尽快把这件事情做个了结。我看到我女儿一天比一天憔悴，我身为母亲的很心疼。我希望你能够明白。伯母，我明白的，我也很想尽快解决这件事。我以前呢总是认为自己很聪明，我以为自己所看到的总能够比别人看的还多。我看到你跟阿荣手牵手进酒店，就以为你们去开房。我看到你在自己家里过夜，我就认定你们夫妻已经复合。但是看来，我跟一般无知的妇孺根本没有分别。或者是大家运气不好，一些最不应该看到的事情全都让你看到了。不是，你记不记得那天去动植物公园呢？阿荣他跟我说过，他说他看到那个场面，觉得很不开心。但是其实，整件事情是我故意安排的，是我要让阿荣看到他不想看到的，我是想让他死心。从这件事我也明白到，其实世界上哪儿会有那么巧的事情呢？或者根本背后是有人故意安排的。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，看事情不能太单纯，只是看表面呢。你在说子琪？唐毅，
医生，楼下急诊室有位病人需要立刻做手术。你找何医生负责好吧？何医生今天轮休。帮到风和。唐医生怎么了？他平时不是这样。吃饭了。好。咦，椒盐龙须新登场啊，妈咪。妈咪，你想说煎炸食物吃多了会上火的？哦，反正不是每道菜都这样。你待会儿多吃2根青菜，再多喝2碗汤，不就不上火了？那今天我煮了青红萝卜汤，清热的。喂，你们2个不用抢成这个样子。别管他们了，喜欢吃就尽量吃吧，明天就不用吃剩菜了。明白。哇，喂，等一下，吃水果啊！我买了荔枝，已经冰在冰箱了啊。哎，有没有听到啊？荔枝啊，一个荔枝3把火，妈咪以前哪会买给我们吃啊？对呀，我也觉得妈咪最近有点奇怪。我有同感呢，我之前呢又把制服给勾破了，换了以前呢，妈咪肯定啰嗦老半天，会说你粗心大意，没有我看你们怎么办。我也有同感，我也觉得奇怪。那天在办公室，我打开冰箱，看到有一瓶花旗参鸡骨草。惊乐，我就问惊乐是不是他煮的，他说不是，那肯定是你妈咪煮的，怎么没叫我们喝呢？平时妈咪只要煮了汤，一定会逼我们喝，要是不喝，肯定唠叨半天。我更夸张啊！那天我在阳台，他们都打电话给 Kimi 约他看电影，结果妈咪就在后面，我想他一定会骂我了，但是居然没有啊！回来很久了。我也是啊，那次我买了瓶香水，打算送给米歇尔的，结果放在客厅忘了拿了。小心啊，差点摔在地上。你干嘛拿你姐姐的香水出来玩啊？放回她房间去。奇怪，妈咪知道我一向都不用香水的。明白，一定是你们妈咪经过反省，觉得以前管你们管得太严了，于是现在就给你们更多的空间，这样也算是一件好事啊。好事。一名病人在接受盲肠切除手术后，因为急性腹膜炎再次入院，经抢救后发现是由纱布遗留在体内而引致。院方已就事件向病人家属道歉，并成立独立小组委员会调查，并且医院方面已通知主治医生唐守礼停职休假，等候调查结果。怎么样？不接电话。当然了，这个时候肯定很多人烦着他，他不会接电话的，明天再跟他联络。守礼，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你都不跟我说啊？我打电话给你，你电话又不开，我是看新闻才知道的。你做事一向很仔细，一定不是你的错，一定是他们弄错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们调查之后一定会让你复职的。但是现在，你还是不要住宿舍了，一定有很多记者在等你，你还是跟我回家去吧，好不好？我不想回去，我不想再演戏给奶奶看了。OK？ 你说什么？为什么奶奶会突然之间回来？为什么她又会去阿荣的学校找她？还有人把我打架的影片上载到网上，还有人居然侵入阿荣学校的电脑针对她。这些事不是你做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现在都答应跟你离婚了，我还可以做出什么事情啊？我知道现在发生那么多事，你思绪肯定很乱。没关系，你跟我回家再说好不好？我不想再回去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如果奶奶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守礼，守礼！那天幸好我轮休，跟我没关系。唐医生，这次麻烦大了。那天啊，我请他下去做手术的时候，正好看到有个女人从他办公室走出来，然后他就像发了疯似的，把东西全摔在地上。唐医生很少会发脾气，那女人是他家人呐？不是，好像是诸葛太太。哇，谁这么晚呢？是谁呀？这么晚按门铃？唐太太，什么事啊？唐太太，你呀，你不服气，你想报仇，你可以找我，为什么去找守礼啊？
你害得他做手术分心，这很严重的，很可能会搞出人命的。你这样做会害得他前途尽毁的。妈咪，你去找过首里吗？你找他干嘛？我是去找过他，不过我是希望他弄清楚你们3个人的关系，我没有影响他。你还在说谎！我亲耳听到那些护士说，看到首里见过你之后，情绪很激动，之后做手术就出事了。我不是故意影响他的，我也不知道他要做手术啊！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肯相信我呢？我不会相信你，因为你黑心。你们母女都不是好人，尤其是你。如果不是你勾引我老公，根本不会发生这些事情，全都要怪你这贱人！喂，你干什么？这里是我家，不准你撒野！你马上给我离开，不然我就报警了！你再敢动手的话，我不会让你离开这里！马上给我滚出去！好啊，我自己会走。不过我要警告你们，如果手里有什么事，你们要负全部责任。你真的去找首里？为什么你要去找他？我不是想去骚扰他的，我只要他尽快的做决定，不要拖泥带水的一直这样拖下去呀。他这样做根本就是在折磨你嘛。他现在这个样子更折磨我，你是在折磨3个人啊。总之以后跟你没关系的事，拜托你不要再管了。如果你少管一点，我们大家都会开心一点的。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做手术嘛。如果我早知道，我当然不会在那个时候去找他了。现在还连累了那个病人，我心里也觉得很不舒服的。但是我这样做也是为了阿荣嘛。他们不了解我，我知道你会明白的，是不是？不明白，我也不明白。我以为你这次回来已经全都想通了，结果你还是跟以前一样。我是为他们好嘛。为他们好也不要这么做嘛。我着急嘛。你急什么？女儿自己都不急，你急什么呀？女儿现在心情肯定不好，我去看看她。我只是想在走之前，对孩子做一些补偿。Sorry 啊，首里，我真没想到妈咪会去找你，害得你手术发生意外。跟他没关系的。那天他来找过我之后，我的心情真的很差。但是进手术室的时候，我跟自己说我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而且我知道我可以。手术过程也很顺利，但是因为到了最后，我的助手他在缝针的时候出了点意外。我是主诊医生，所以我要负全责。真的是这样？这次真的跟伯母没关系，而且我觉得他说的没错，我真的不应该再拖下去。你不用管他的。你知不知道那天他特地过去，是向我道歉。他身为一个长辈，但是他竟然低声下气的跟我说对不起。我觉得你应该高兴有个这样的妈咪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觉得他用错方法了。对了，首里，什么时候会有调查结果？如果像这种情况，一般会怎么处理呢？我不知道。你学校那边怎么样？还好，学校就快要考试了，大家都忙着出试卷，也没时间来针对我，很快就会没事的。如果平安度过这一关的话，我们重新开始。老板，你买的清洁剂太差了，别说厨房的那些油渍啊，连厕所那些污渍啊都很难清理，刷得我多累啊！我觉得以前的那种挺好的，还买那种吧。是啊，谁不知道一分钱一分货嘛？这批货比以前那批便宜一半的。清不干净啊，再便宜也没有用啊。现在所有客户手上的套票全部都是之前买1送1的时候购买的，我们根本是做亏本生意，所以一切都要用最便宜的。啊，这样也行？有什么不行啊？
他们也是贪便宜才买套票的嘛，有什么资格东挑西挑的？反正你们将就一下。总之，我们已经跟你说了，以后客户有任何投诉啊，不要骂我们啊。啊，行了，行，没别的了吧？没有。那出去吧。我真是服了他了，居然这样做生意，难道他不怕砸了自己的招牌？买1送1，以后可能买1送2都没人买啊！这间公司早晚倒闭，想一想啊，能像欣姐和莲姐那样跳槽到打杂王算了。喂，你可以跳槽，我当初被佳佳姐开除，她现在会请我吗？总之，就算倒闭，我也要留在这里。喂。有关病人手术后留下纱布导致急性腹膜炎的医疗事故，医院发表初步调查报告指出，主治医师唐守礼已按照既定程序完成手术，并不违规。对那份报告当然不满意了，他们分明是袒护那个无良医生。我女儿到现在还没有醒，会不会醒不知道，醒了以后有没有后遗症也不知道。我不会就这么算了，我一定会追究到底。佳佳姐，阿金，坐啊！谢谢你肯抽时间出来见我。别这么说，佳佳姐，一杯热奶茶。好的。你在大总管做的怎么样 ？OK 啊，还是那个样子。还说 OK 呢，我却觉得一点都不 OK。那，你现在这个表情啊，真的就跟阿静一模一样的。阿静没有你在她身边，就变得落落寡欢，失去了以前的光彩。每天呢，只会用工作来麻醉自己，一天假都不放。你也是啊，我记得以前你在大总管的时候，也是从早做到晚，无论我的要求有多么严格，你都会咬紧牙关，非要做到给我看为止。那个时候你跟阿静真的是好搭档。以前的事不要再提了。哎，请问一下，是我的热奶茶还没来。好，我去看看。不说过去，那么说将来了。我知道大总管的生意越做越差，你继续在那儿也不是办法。有没有想过换个环境去帮帮阿静？阿发的生意最近是不太顺利，但是就因为这样，我更不可以在这个时候离开大总管。你知道，生意难免有好有坏，我一定会陪他度过这个难关。好。阿静真的没有选错，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女孩。我当时真是大错特错，居然反对你们交往。如果老天爷让我回头再来一次，我一定不会阻止你们在一起的。阿静啊，佳佳姐，如果你觉得你以前做错了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今天的决定也可能是错的？其实回想起来，我觉得以前我自己也做错了，错在选了阿静做我男朋友。但并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。你说你选阿静选错了，那难道阿发就是你正确的选择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我很需要一个疼我、保护我、尊重我感受的人。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阿发，但我肯定这个人不是阿静。阿静啊，热奶茶。不用了，谢谢。阿静啊，你先不要走，你先听我说嘛。你不要再拉着我了。你先不要走，我。佳佳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不行，你走吧，我不拉你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送你去医院。行了，我没事了，待会儿我自己会登记就好了，你不用管我了，你走吧。不行，刚才你痛成那样，我怎么能扔下你一个人？现在已经好多了，叫你走就走吧。那，要不我陪你登记等医生，要不呢叫何叔来陪你。千万不要啊！这种小事何必要劳师动众呢？小事，刚才你痛成那样，起码让医生帮你照一照哦。我已经排期照胃镜。你没事干嘛要照胃镜？例行检查吗？你当我什么都不懂啊？如果没事，医生怎么会要你去照胃镜呢？你刚才痛成那样，一定是有问题。我打给何叔。你不要告诉他，你不要多管闲事好不好？你是大总管的职员。你又不是我儿子的女朋友，我跟你好像不是很熟啊。记住啊，我的事你不要告诉别人啊。我没事了，你先走吧。走啊！你记得一定要排队哦。
你就乖乖的听话好不好啊？委员会通知我，下个礼拜5就能复职了。那就好了。万一妈咪真的害你被处罚，我这辈子都会内疚的。跟他真的没关系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今天因为学校放假，所以就过来看你了。阿荣，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如果我们顺利度过这一关，就让我们重新开始。你先在这等一下，医生马上到。喂，你知不知道外科部的唐医生啊，他出了意外啊！是不是之前被投诉的那个唐医生啊？就是他，他被病人家属泼枪水，他自己没事。最可怜的就是跟他在一起的女人，整瓶枪水泼在脸上，刚刚被送进来抢救了。糟糕了，会不会是阿荣啊？哎呀！哎呀，唐医生，阿荣呢？我女儿呢？她不是跟你在一起的吗？她是不是受伤了？你快点告诉我，她伤得重不重啊？你快说，你快说，你快说！哎呀，阿荣，你怎么样啊？有没有受伤啊？啊？我没事啊，你不用担心啊，妈咪。哎呀，你没事就好了。哎呀，我听别人说，有个病人家属来找唐医生报仇啊，向他泼枪水呀。本来那个家属想伤害手里的，后来，站住！是自己他冲出来救了我，受伤的人是他，他现在在里面，在急救。伤口还疼不疼啊？我请孙医生开点止疼药给你。你走啊！我不要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不要你在这里。不要这样子接，啊！不要这样。医生说我3级灼伤，疤痕会永远留在脸上了。现在又有激光又有植皮了，是不是？一定可以像以前那么漂亮的。那我眼睛呢？医生说被枪水灼伤，就算是能看得见，视力也只有3成而已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宝宝看到我一定会很害怕。我不想看到任何人，你走吧。不要哭了，这样对眼睛不好的。为什么你那么傻，还帮我去挡啊？我知道今天委员会有结果，我就来找你。可是我看到你跟阿荣在一起，我本来打算走了，但是后来我看到有个人拿着东西朝你冲过去，我很害怕，我不知道会怎么样，只知道你不可以受伤。所以我就对不起，我真的宁愿报告判我医疗失当，宁愿家属找我报仇，也不要你受伤。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。不能怪你，全都怪我自己不好，全都怪我舍不得放手。
如果我没有哄奶奶回来，如果奶奶没有去学校找阿荣，如果佳佳姐没有来医院找你，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了。但是我真的舍不得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就这样被别的女人破坏。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我只不过想要一个普通的家庭，我想要一个疼爱我的老公。诸葛老师，张老师，你来练球，不打扰你了。诸葛老师，我知道你心情不太好，我看到新闻了，唐太太出了意外。当时我也在场。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我根本就来不及反应。这也很正常啊。不是，我亲眼看着他不顾一切地推开手里，为他挡枪水啊！一直以来，我以为自己很爱手里，为他做了很多，但比起他老婆，我忽然觉得自己太渺小了。他做那么多，都是为了手里，是因为他很爱手里，爱得连自己的人格、自己的自尊都可以不顾。其实谁都不想发生这样的意外，有很多事情由不得我们控制，你别责怪自己了。我反而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想一想要怎么样处理这段感情，你不可以再跟那个唐先生拖下去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手里说，如果他能过委员会那一关，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。但是发生这件事，如果要他这一刻离开他老婆，我觉得太残忍了。我跟手里拖拖拉拉超过10年，如果要我这一刻放手，10年了，整整10年。妈咪，我只是把汤放下，不会打扰你的。妈咪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任性啊？我知道我真的很任性。如果当初我肯听你的话，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。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难受，但是没有人想见到这种事情的。你不要把责任都揽在自己的身上。如果要怪的话，就怪我一直多管闲事。不是我一直反对你跟手里交往，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。你不用特地说这些话来安慰我。但是这些话一直都在我心里，没有机会说。在我自己搬出去这段时间，我有了很深的体会。我终于发觉，其实我那么关心你们，不是因为我伟大，是因为我这个人没有安全感，是我自私。妈咪，为什么你这么说？事实如此，
可能从我嫁给你老爸那天开始，我就没有安全感。我经常担心亲戚会瞧不起我，所以我逼你老爸要听我的话。到你们几个孩子出生，我又想拿你们来炫耀，让亲戚能够羡慕我。于是我想控制你们，把你们当成是我的附属品。是，这样很有安全感。但是我知道，其实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开心。不是的，妈咪。事实上，我们很高兴能有你这样的妈咪。你还记不记得，以前念书的时候，很多同学的妈咪都不管他们的，每天只会打牌。他们所有人都很羡慕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妈咪。可能因为你太好了，所以慢慢这些好的事情好像变得惯例一样。我开始只看到一些我没有的，反而一些我一直拥有的却被我忽略了。傻孩子，你拥有的就是你的家，你的家人。以后你做任何的事情，妈咪都会支持你，全家都会支持你。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吗？你老婆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我帮她约了时间做植皮，情绪还是很不稳定，说很想见女儿。那我就跟她说，我抱女儿去看她，她又怕吓着女儿。你最近要陪着老婆，还要照顾女儿，肯定很累吧？这些算得了什么？我们分手吧，不要觉得我很伟大。我只是觉得这段关系拖了那么多年，到现在我还是看不到尽头，看不到将来。我觉得很累，很想停下来。能不能让我自私一次啊？你舍得吗？如果让我再选一次，我宁愿没有跟你重遇。没有我，你跟你老婆就可以安安稳稳的生活。我跟你的命运也会不一样。这一段关系，始终要有一个人放下。就让我做这个人。你记住啊，以后要做个安分守己的好丈夫、好爸爸，知道吗？太离谱了！这样说我要找律师告他们诽谤。他最离谱的是拿我跟阿静做比较，说他们母子做的时候100分，我这手就不断扣分。其实这篇文章我看过，他只是写，并不是想拿打杂王跟大总管做比较。他们瞧不起我，觉得大总管没资格跟他比呀。他们以为多了千亿峰这靠山就拽了，又说自己有什么新构思就会卖关子。人家哪有这么说？你根本蛮不讲理，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。为什么你每句话都在帮着他呢？我没有帮他，只是说一句公道话而已。如果你的客户觉得你做得好的话，自然会回来找你的。你的意思是说我做大总管做得不好呢？
还是你还想着那个臭小子？我不想跟你吵架，先走了。哦，你在杂志上卖关子，说有个新构思，就是这个。是啊，我们大部分的客户呢都有个共通点，几乎都忙得没有时间清洁自己的房子，就连自己家人见面的时间都很少。那邻里关系更不用说了。所以呢，我想做个会所管理，就有个平台呢能举办亲子啊或社交活动啊，让他们可以借此搞好关系。这很好啊，这个想法很正面。而且我们这一行啊越来越难做了，竞争又大，说不定啊这是一条新的出路啊。阿静啊，现在打杂王已经上轨道了，对吧？你的事业也发展得越来越好了，对吧？全都要感谢老爸你，不然的话我怎么能做到？我是你老爸，还用这么客气啊？哎，我看看，哎，你可别说不准啊！啊，事业线都长了，对吧？啊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哎呀哎呀，啊，感情一片空白呀！啊，你说要是阿金在你身边，会不会好一点？有个方面呢，你跟妈咪一样啊。什么？一有机会马上说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两个都很关心你这方面，怎么样？想一想。我也正在想，事业为重，其他的不想了。喂，怎么这样啊？阿静，阿静。咦，阿金，你来找我啊？我是来找何叔的。哦，老爸他约的人已经走了，你找他什么事啊？我知道佳佳姐最近胃不太舒服，不希望她越来越严重，想介绍个医生给她。啊，我拿张名片来给何叔。哦，谢谢你关心。要不，我想我把名片交给你，你有时间就带佳佳姐过去。啊，对了，这段日子你还好吗？还好啊，还是那样。我走了。好，拜拜。阿发，我还在公司，看看你在哪儿，想跟你一块吃饭。我已经到家楼下了，想煮面吃就算了。那好，我自己吃。拜拜。我早上上班一进办公室，就看那桌子变成这样了，肯定是腐蚀性液体弄的，怎么能拿来当清洁剂用呢？陈先生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会负责所有的维修费用，不会让你有任何损失的。是。娥姐啊，为什么会弄成这样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在公司拿了几瓶写着千亿丰的清洁剂来擦，不关我的事啊。我们买回来的同一批清洁剂，我检查过，全都很正常，但拿去千亿丰集团的那几瓶却不对，为什么呀？我也想不通啊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千亿丰是个大客户，绝对不可以再发生这种事情了。会不会有人看了眼红，故意派人去我们那里搞破坏啊？难道是智叔？你说谁？哦，没有，我的意思是我们公司呢，全职加上兼职有100多人，就算真的有人派来，也不知道是谁了。更何况可能是意外呢，胡乱猜测不太好吧？明白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明天呢我们要去老人中心那里做清洁，清洁剂晚上已经先拿过去了啊，我要去看一看。老爸，你先回家吧。好，哎，你不要太晚回家啊。行，要仔细检查。知道了。OK。
支书。何哥这么晚回来啊？你怎么这么晚回来？因为下班之后没什么好做的，所以就回来玩玩接龙游戏啊。玩接龙？是。外面的电脑没接龙玩吗？干嘛来阿静的办公室玩接龙啊？干嘛不开灯啊？干嘛拿手电筒照啊照的？比较好玩吗？我想要环保，想省电就把灯给关了。阿静的电脑要有密码才能开，你知道密码吗？你给我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内奸？不是，何哥，你在说什么呀？自从上次投标我们输给大总管之后，我就觉得奇怪了。然后我们的清洁剂出问题，我们觉得肯定有内奸。刚才回来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内奸会是谁。我不希望是你，居然就是你！不是啊，何哥，我没做什么呀。那你半夜回来干嘛？干嘛跑进来偷看阿静的电脑？你有什么企图？是谁让你这么做的？是不是阿发那家伙？我，你说不要问我，不要你说呀，何哥，你说是不是？好，我马上打999，警察来了看你说不说？不要，何哥，不要，何哥，不要啊！何哥，你醒醒，何哥，你醒醒啊！何哥，你快醒醒！你别害怕，我帮你叫救护车，送你去医院了。你疯了？怎么能叫救护车？你把他打晕了，就这么不管他了？快走啊！走啊！细聽幸福節奏，就算眼前鋪滿着一堆污垢，亦能輕鬆將它抹走。你獻盡所有，就算報酬仿似從沒